徐公回答我，台湾人是日本人。如果照这话说得通的话，那印度人是不是英国人呢？那请问印尼人是不是荷兰人呢？请问越南人是不是法国人呢？到底什么人？那为什么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台独分子算个屁，全世界只有台独分子在讲。那开罗宣言不是条约啦，还没有法律拘束力。开罗宣言这本来就是政治现实，而且台湾归属于谁？为什么是由美国人跟日本人来说了算？那请问你台湾的所谓尊严何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光复节该不会放？民进党新任秘书长徐国勇说，没有什么台湾光复节啦，卖欧北共，引爆大家的热议哦。再来，王世坚称赞徐国勇讲得非常好，他还帮徐国勇补充，台湾在这400年历史一向都是外来殖民者的手段，从来不是自己的目的，不要再当其他强权的手段，台湾应该团结一致。但其实讲到这里有一个矛盾点啊，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徐国勇否定当时台湾人的主体性，我不认为徐国勇在团结台湾人啊。其实，在当时中华民国跟美国、日本还保持邦交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岸信介以及美国的总统艾森豪都曾经来到中华民国的治下台湾跟蒋中正拜会。那当时的岸信介有没有讲说，你台湾这里是无主地，蒋中正滚？或者美国当时艾森豪有没有说，你这个只是盟军的代管地啊？现在我美国来了，我不同意你未定位啊？有吗？没有。更何况后面我们所谓的中美断交及中日断交，严格来讲这叫转交啊，因为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日本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不论是在中美的3公报，或者是中日的联合声明当中，其实也都有谈到台湾的定位问题。在中日的联合声明当中，日方是充分理解且尊重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美方 acknowledge 认知或者认识到中方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对这个立场不表示异议。那为什么美国跟日本在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也没有跳出来讲不是台湾是无主地，台湾是未定位，都没有？所以全世界只有台独分子在讲这个开罗宣言不是条约啦，没有法律拘束力，是什么盟军托管，就讲白了就是这样。那台独分子算个屁！开罗宣言具有法律效力，它是被直接收编在美国的国际法律条约综合期刊里面的，也被编辑在联合国相关的法律条约的相关期刊里面，所以这本来就是政治现实。如果我们依照国际关系里面的现实主义来说，所谓的一个国家的主权或者是它的政治地位，本来就是看国际之间强权的政治需要。所以美国跟日本觉得台湾给中华民国为什么是 OK 的，因为是它政治上的需要。今天如果我们都是比拳头，那目前在亚洲到底谁拳头比较大？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那现在为什么 AIT 开始胡说八道？为什么日本又开始扯什么中日联合声明不存在法律效力？也是因为现在的政治需要。AIT 它其实就是为了要给中国大陆添堵找麻烦，为了要能够在中美的会谈之前能够凭空添增一些筹码，所以全世界只有台独分子在做这种荒谬的言论。而可笑的就是被洗脑的台湾人民，因为台湾未定论竟然就被光明正大写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这些台独的思想就继续荼毒的我们的下一代。徐国勇整天胡说八道跟放屁，而且台湾归属于谁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由美国人跟日本人来说了算？主张台独的自主性在哪里？你怎么会觉得你看美国爸爸说的对啊，日本爸爸说的对，所以台湾就应该给谁？那请问你台湾的所谓尊严何在？二战时期，日军侵华占领了中国大陆的东北，当时就推行奴化教育，告诉大家不要当中国人，改当日本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好棒棒啊！所以当年的中国有志之士都知道，日本就是要搞亡国灭种。那好险，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东北时间不是很长，所以这一套奴化教育、洗脑教育没有成功。可是，在台湾殖民50年就成功了，成功了塑造出了一代的皇民，但愿意去当日本皇民的全台湾人口还不到2%，真正的是只有1.3%。为什么大家强调去当皇民？因为台湾人只是日本的属民，不是日本的国民。去当了皇民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待遇。否则，为什么很多从武装抗日走到议会改革，争取权利、抗战，在当年我们成功的打跑了日本鬼子。可是现在的台独分子在跟当初的日本皇军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透过教科书来告诉大家不当中国人，再告诉大家我们以前都是日本人，都是在搞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所以在台湾为什么选举每一次
次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或者总是无法进步，因为人家的选举在选政策，中华民国里面的选举都在选国家，所以台湾内部总是有这么一批不承认抗战胜利、不承认光复、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人，或者不认识中华民国的人，而且这样的观念还会代代相传，因为他们教科书的洗脑，透过媒体的洗脑，所以现在这一批的年轻人就是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他们所成功遗留下来的余孽，就是民进党跟台独的余孽，然后继续荼毒我们的下一代。所以面对这一些顽固的反中分子，顽固的否认中华民国的日本分子，只有让他们彻底的战败，他才能够臣服。到底台独未定论怎么来的？第一个，他一定要否定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直白的讲，当时在中国战场或太平洋战场里面，中国如果没有发力，英国是肯定顶不住了。所以当时开罗宣言主要就是要让中国安心。所以1943年开罗宣言如果不算法律效力的话，那为什么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对日军的措辞非常的严厉？你只能按照我的要求投降，而且不得迁延，不得找理由。第8条，开罗宣言的内容必须得到执行。开罗宣言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日本从中国所窃占的东北4省、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华民国。所以1945年的时候，日本就依照波茨坦公告来投降了，当时叫米英之书四国公告嘛。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只是随着国际情势的急剧变化，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1951年旧金山合约，苏联跟中国没有加入，因为1950韩战就爆发了，到了1952年才签了中日台北合约。那旧金山合约是在解决日本战败后的国际的局势，结果4大国里面只有英美签了，中国跟苏联都没有签。那1952年签了中日台北合约，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整体来讲，1972年中日断交，同时又中日建交，所以刚才讲了一个词汇非常精准，叫转交，也就是我对该国的主权政府，我从 A 政府转到 B 政府，它其实是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这个主要牵涉的还是中国代表权之争。那为什么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呢？因为1971年2758号决议文，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从中华民国政府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外交挫败，因为他采取的方法是驱除蒋介石及其非法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的合法权利。那这代表1949到1971在联合国的官方认定里面，相当于是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北的政府，他是非法窃占这个席位，而且这个非法窃占是被写进去的。那是谁出卖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现在一般把中华民国政府简称台湾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以才有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面，他就废除了1951年所签订的所谓中日台北合约。中日台北合约在台独的一个看法里面，它是作为旧金山合约的附约，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说法。中日台北合约就是个独立的合约，它只是去承认了旧金山合约的内容而已。那台湾朋友的归属问题其实也不需要旧金山合约再来补充，因为事实上在1945年日本按照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时候，就坚定的执行了开罗宣言的这些国际情势的变化，是因为韩战打了，冷战正式开启了，所以美国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做了对抗，他必须在中国政府里面找一个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就叫中华民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那么的亲美，而且几乎没办法抵抗美国，所以根本不用扯后面一大堆的国际情势的变化。结果他们民进党政府装聋作哑。所以台湾光复到底存不存在？台湾光复当然存在，否则在台湾光复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台湾人所庆祝的不是光复，难道是接收吗？还是当时庆祝的叫做战败呢？所以实际上你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客观现实，而不是从事后的解读。其实台湾光复的本核讨论是什么？不管你用哪个角度来解读，那你到底对台湾你的价值跟想法是什么？民进党今天所凸显出来的是，他在这里面的历史的讨论一点历史本位都没有。虽然王世坚公开称赞徐国勇讲得很好，他说台湾人要团结，不要再当其他强权的手段，但请问徐国勇有吗？徐国勇说台湾人是日本人，如果照这话说得通的话，那印度人是不是英国人呢？那请问印尼人是不是荷兰人呢？请问越南人是不是法国人呢？徐国勇回答我，他到底什么人？那为什么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呢？合理吗？合逻辑吗？殖民地属民从来不是本国人，这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王世坚所讲还称赞了徐国勇，这代表民进党不管是良心到没良心，通通都是一个态度，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践踏跟忽略，为了
彰显其台派价值。引用管中闵的讲法，他说否认台湾光复必谈抗战胜利，就是缺乏国家认同的民族败类。这句话送给民进党，所以很简单的，不承认台湾光复，不承认抗战胜利的，不仅是民族败类，他就是汉奸啊。那汉奸就不是我们应该要去效忠的对象。其实也很简单，台独本来就不是我们中华民国要去跟他团结和效忠的对象。那我非常乐见民进党把自己越做越小，最后只会自取灭亡。